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玻璃的形成条件。玻璃一般是由高温溶体通过急速冷却而得到的，因此我们从高温溶体冷却时发生的现象来分析玻璃的形成条件。从动力学的角度来分析，主要有两个观点来说明形成玻璃的条件。第一个观点是塔曼观点，塔曼观点是从溶体冷却吸晶的速率角度考虑玻璃的形成。溶体难以吸晶，则容易形成玻璃。溶体吸晶包括两个过程：成核和生长。这两个过程的发生均需要过冷度，即吸晶温度要低于熔点温度，两者的差值就称为过冷度。在一定过冷度下，溶体中部分质点凝聚形成固态小晶胚，同时周围原子进一步向晶胚跃切，使其尺寸长大，变为稳定的晶核。这一过程称为成核。当形成一定数量的晶核后，随着时间的延长，溶体中的质点会进一步向晶核切移，并按照晶格结构重新排列，实现液态质点向固态质点的转变，进而使晶体的尺寸不断长大。这一过程称为生长。溶体的吸晶速率则取决于这两个过程的速率，其中成核速率受两个过程控制：晶坯的生长速率和原子的跃迁速率。过冷度越大，越容易形成晶胚，但原子的跃迁变得越困难。因此，成核速率 Iv 随过冷度的变化曲线存在一个极大值。同样的，在晶体生长阶段，过冷度越大，液态质点转变为固态质点的速率越快，但质点的迁移速率较慢。因此，生长速率 U 随过冷度的变化曲线上也存在极大值。而溶体的总吸晶速率则是两者的叠加，只有两者的速率都比较高时，才具有较高的吸晶速率。换而言之，在 Iv 和 U 两条曲线的重叠区内，溶体具有较大的吸晶速率，这个区域称之为吸晶区。吸晶区越大，说明溶体越容易吸晶，而不容易形成玻璃。因此，如果希望从溶体中形成玻璃，那么则需要选择吸晶区小的溶体系统。吸晶区的大小是由溶体系统的本性来决定的。这就是塔曼观点。但是从生产实际出发，只要冷却速率足够快，任何材料都可以形成玻璃。那么确定形成玻璃需要的临界冷却速率就显得非常重要。这就是第二个观点，沃尔曼观点所讨论的问题。该观点认为，只要玻璃中存在的晶体体积小于仪器的检测下限，则认为制品就是玻璃。一般认为解出下限为10的负6次方。同时，由吸晶理论可知，吸晶体积分数与成核速率、生长速率、时间的关系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，而成核速率和生长速率都与过冷度有关。因此，与时间为横坐标，过冷度为纵坐标，可以确定生成含量为10的负6次方的晶体时所对应的时间和过冷度。这条曲线就称为3T 曲线，即时间、温度转变曲线。由于成核速率和生长速率随过冷度的变化曲线上存在极大值，导致3T 曲线弯曲且出现头部突出点，该点称为鼻尖点，这条曲线也称为鼻尖曲线。那么，如何根据3T 曲线确定临界冷却速率呢？可以过3T 图中的坐标原点，做3T 曲线鼻尖点的切线，切线的斜率就是冷却速率。只要实际速率小于该临界值，就一定可以形成玻璃。同时，临界冷却速率越小，表明溶体越容易形成玻璃。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，分析一下这3条3T 曲线中哪一个较易吸晶，哪一个较易形成玻璃。与塔曼观点中吸晶区的大小一样，形成玻璃的临界冷却速率
也是由溶体的组成决定。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出，临界冷却速率越小的容体，熔点时的粘度越高，同时玻璃形成温度与熔点温度的比值越接近2/3。这也是判断熔体是否容易形成玻璃的另外2个判据。熔点时的粘度高，易形成玻璃；玻璃形成温度与熔点温度的比值大于2/3，易形成玻璃。总结一下，玻璃形成的动力学条件可以从4个角度分析：吸进区大小、临界冷却速率、2/3规则、熔点时的粘度。